直播镜头前，一只猫被剥皮、割喉、挖眼，公开处刑。被虐杀的猫是群内所谓的客户挑选的，虐杀手段是客户指定的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擦掉手上的斑斑血迹，瞄一眼自己的虚拟币账户，一笔来自客户的打赏准时到账。这不是恐怖片脚本，现实比编剧的想象力更黑暗。近日，河南平顶山一名网友向媒体举报，当地某男子疑似虐杀超1500只猫，并策划摆猫斩比赛。同时，该举报人还向媒体提供了多张群聊记录截图以及将近16G 的虐猫图片视频。举报人称，该男子平日以收养为名，搜集了大量的猫咪用于虐杀直播。他在海外网络平台上有多个虐猫群，群内有金主指定对象和虐杀方式，并进行直播打赏。目前，河南平顶山警方已对该男子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予以行政立案，拘留10日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干出如此丧心病狂、令人发指的事情？暴徒、变态、虐待狂、心理扭曲者、反社会人格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今天我想和各位探讨的不是这个方向，我想聊聊执法和处罚。执法首先有个前提，就是有法可依。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中平顶山警方对该男子行政立案，依据是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的扰乱公共秩序这一罪名。问题在哪儿呢？罪名过于空泛，法条适用度较低，违法行为难以精准取证和认定，处罚结果浮动空间大。但翻遍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，能够适用于上述事件的，似乎也只有这一条。面对一个又一个血腥案例，我们极度需要一个明确而精准的法律依据。在刚刚那条视频的评论区，呼声最高的反馈是这些：为伴侣动物立法难吗？难。3月27号，福建省三明市司法局公布了《三明市城市伴侣动物保护与管理办法》草案征求意见稿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原定征求意见工作于2026年4月27日，也就是下周一截止。草案共27条，将伴侣动物定义为出于陪伴、精神慰藉等非经济目的，在家庭住宅内常规饲养的犬猫。最重要的是，该草案设专章规定法律责任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虐待、遗弃伴侣动物，违者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重点或许就在于这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但是诡异的事情来了，4月24号，有媒体记者发现，征求意见期尚未结束，该草案就已从官方发布平台悄然下线，相关链接无法正常访问。大河报记者随后多次致电三明市司法局，电话均处于忙音状态，无法接通。截至目前，官方尚未公布草案下线的原因。也许这恰恰说明，在为伴侣动物立法这条艰难的路上，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。一边是残忍暴行与公众愤怒之间的矛盾，另一边是立法探索面临的现实复杂性与巨大争议。用扰乱公共秩序来惩治虐杀动物行为，是现行法律框架下无奈却必要的选择。它像一贴止痛膏药，能暂时遏制疼痛，却无法根治病灶，因为它的核心是维护秩序，而非直接捍卫生命权。法律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争论、妥协，甚至反复，但很多时候完成比完善更紧迫，速度比周全更重要。我们只希望已经开始转动起来的车轮不要停下来，至少别倒退。